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王丽慧律师，也是王丽慧医师。今天来跟各位提一个词，叫做 BPSD。可能各位对这个词呢比较陌生，这个是一个失智症相关的，在他的行为上还有他的精神上所会遇到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常常觉得失智症呢，就是短期记忆丧失、认知功能不好嘛，很健忘。比如说呢，5分钟之前呢，你才告诉他说，等一下呢，儿子会回来。过了一下子，他又问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你就说哦，待会就回来了，快要到了。然后等一下他又问你儿子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呢你又再回答一次，他马上就要到了。像这样他已经忘记他问过你，他也忘记你已经回答过他了，持续的重复性的问题。那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不是只有老人家有这种现象啊，我们也可能有小儿痴呆啊，或者是青年痴呆啊，我们也会忘记我们今天到底上过大号了没有，然后呢忘记自己刚刚刷过牙了没有这样。那甚至我们还会去摸一下牙齿是干净的还是卡很多牙垢的，这样来确定。那甚至还有年轻人跟我讲说，他去摸摸看牙刷是不是湿湿的，然后来确定刚刚自己是不是刷过牙了。所以像这种短期记忆丧失呢，是一般人比较多的对这个失智症的一个看法。可是事实上呢，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呢，有70%以上的失智症患者会合并有行为以及精神上的状态。比如说呢，我们这个 Alzheimer 这位科学家，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他也是一位这个神经解剖学家，一个德国人，他叫做 Alois Alzheimer。那么他在1907年的时候呢，第一次报道一个51岁的女性有这个短期记忆丧失健忘的现象。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发表阿兹海默症的这个人还有这个事件。那他当时提到的这个51岁的这个女性呢，她事实上就是还合并有这个幻听的现象，然后并且她也有这个嫉妒妄想。那嫉妒妄想就是呢，一直怀疑她这个身边人呢跟别人有染，这样在外面偷人，类似这样子哦。所以呢，其实这个阿兹海默症呢，它被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观察到呢有 BPSD 的合并的存在。只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失智症的药物啊，都竭尽所能在研发处理这个脑袋里面的问题，然后改善认知功能。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嫉妒妄想啊，或者是这个听觉啊、幻觉这些事情呢，它不属于认知功能方面的。目前的失智症的药物都没有朝这个方面去涵盖。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去理解，失智症患者其实他会合并呢这样的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异常，还有他的这个精神上的状况。这个呢，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跟这样子的一个亲人相处。比如说我自己就有亲人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开始不断的诉说他刚刚从美国回来了，这次是去洛杉矶玩，然后他感触良深，根本他就已经就是行动不太方便了，他不可能真的去洛杉矶啊这么远的地方啊。再加上这过去几年疫情期间，因为他一直很怕被传染的关系，所以他几乎是足不出户。那莫名其妙天外飞来一笔啊，不知道是做梦梦到的，还是怎样，在梦境跟真实生活当中产生混淆，他就认为呢他去了美国洛杉矶一趟。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真的有必要去了解。因为呢，在85岁以上的这一群人里面呢，失智症几乎可以是2位就有1位，所以大家应该多少都会遇到你周边的亲人开始有这种现象，那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它。所以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这个 BPSD， 除了健忘之外的其他非关于认知的失智症的现象。那这个失智症我们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很多爱脑应该怎么做啊，那请大家也可以来再重新的复习一下。那今天主要就是讲到说，在情绪方面、心理方面呢，失智症的人呢，可以有70%的人是合并有忧郁症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身边的这些亲人已经开始健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可能合并忧郁症。那么他就开始呢食不知味啊，可能体重下降啊，然后整天躺在床上啊，哪里也不想去啊，然后变得很冷淡啊。那你不要觉得太惊讶，因为他就是合并了忧郁症。那精神症状这方面，我们最常有的就是这个妄想，然后幻觉，然后呢错认。我们先讲这个妄想，妄想是蛮严重，尤其是被偷妄想，这个可以有50%以上。那么被偷妄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直怀疑呢有人偷他的东西。我的钢笔怎么不见了？我有一件好漂亮的衣服不见了。我的钱不见了，我刚刚放在口袋里面的钞票不见了。我皮夹子里面的钱少了好几张。那其实坦白讲，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也会我也会常常忘记我的钱到底到哪里去。那这个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去怀疑啊，有可能是不是
是不是刚刚来帮我们做整洁的谁谁谁拿去了，或者是家里的谁谁谁拿去了这样。那这个在失智症的情况里面的话，就会非常高比例的发生。我们说超过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被偷妄想那就造成他周围的人深感困扰。我照顾你啊，我可能是你的看护啊，或者是家里的这个移工啊，然后我还被你冤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被害妄想。被害妄想就是他要杀我，他想要谋害我的性命，他想要呢谋取我的财物，感觉别人都是不怀好意这样。你是不是回来看我只是为了想要那个争夺财产这个被害妄想就出来。再来我们介绍的是嫉妒妄想。那么嫉妒妄想呢，是这个非常明显跟经典这在我们的这个案例里面，我们这个就是有遇到过呢，他一直觉得他老婆偷人然后家里发现一条男性内裤，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可是因为他忘记了，他就说你偷 K 呀，不然家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内裤这样，然后他打电话报警。所以搞得他们这个村庄里面所有的警察都认识他们家，然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他们家常常在出这件糗事这样。那他老婆当然是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为难，因为这个是攸关名誉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妄想，这是非常多的高比例的。再来是幻听跟幻视，这个也非常高比例，可以到70%。那幻听的话，就是可能说他听到有人在跟他讲话一直不断的跟他讲话。那如果只是聊聊天也就算了，但是有时候他会听到人家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就随着这个声音他就出门了，好像他就被召唤出去了这样。那你知道这个出门呢，可能就不大记得回家的路。那再来幻视的话呢，就是更夸张，他会看到那个已经去世的亲人，比如说阿公回来了这样就是我爸爸回来看我这样一个80几岁的人说我爸爸回来看我，或者是呢他最思念的人，我妈妈来找我了妈妈，然后他在门口。有的呢是看到动物，他说那里有一只鸡你赶快把它赶出去其实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那种幻视的情形发生。再来，在这个精神症状里面呢，还有一个也蛮明显的叫错认，就是他会误认这个 misidentification， 就误以为有什么人存在家里。但是这个跟幻视的差别是呢，他不一定要看到，他就是他自己误以为有人在家里，其实是没有人，可能就只是那个风吹过叶子或者是刚好那个风吹过报纸这样，他就会说是谁在那个客厅谁在那里干什么，其实没有人。然后呢，另外一种误认是呢，这个房子不是他的这是哪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想要回家其实这就是他的家。然后再来呢，是误认自己，就是这个镜子他照镜子这是谁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个人？他怎么莫名其妙跑进来？是小偷吗？其实那个是他自己，他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他自己，这种叫做错认，就是误以为什么不是真正的事情的发生。这个是精神症状这一方面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到行为面的。行为面的话呢，也不是健忘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都跟健忘无关。行为面的呢，就是重复。虽然你会以为说他是忘记了，所以他重复，他忘记他已经问过你说孙子什么时候回美国，他等一下又问这种重复性的。但是不止如此这只是言语上的重复性。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重复性是指行为上的，是这样，他会把呢这个盆栽呢搬到花园，然后又从花园搬回来，然后又从这里呢搬到房间，然后又从房间搬回来，他就开始不断的重复性的挪动搬东西。然后有一种是重复性的整理抽屉，翻箱倒柜，就这个抽屉呢他整理排好关起来，等一下呢又打开又重复整理可能这个五斗柜5个抽屉他重复整理，等一下没有多久又再次整理，重复性的在这里翻箱倒柜跟整理物品，这个是所谓的重复性的行为。那么行为面的话还有贪吃，好像是因为呢他的这个饱食中枢可能有某一种情形的退化，以至于他不知道饱，他其实刚刚才吃过了，他在说来吃饭刚刚才吃过又要吃，刚刚才吃过又要吃，会一直吃，贪食的行为会发生。然后呢，另外还有可能就是会有所谓的睡眠障碍，就是呢白天一直睡，结果晚上就睡不着，那这样子就是辛苦到这个照顾他的人嘛，因为晚上不睡的话就吵到大家。那还有所谓的日落症候群，日落症候群的话就是白天都很好，可是一到黄昏那个太阳一下去之后，他就混乱了，刚才讲的那些行为呢就开始出现了，有这样的这个日落症候群的情形。好，那这个行为面的话当然还包括呢他出去就迷路或者是呢他会喜欢漫游在家里待不住，一定要出去到处搂回这一种也算是行为面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要讲到治疗，当然就是有非药物跟药物嘛。可是我们刚刚讲过，其实失智症所有的药物的重点研发，包括最近美国的这个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又核可了一款新的失智症的药，又是在认知方面，就是处理大脑的这个类淀粉的囤积啊，都没有发展这些药是来专门针对失智症的这个BPSD 来做治疗的。那么这个 B 就是 behavioral， 然后这个 P 呢就是 psychological，S 就是 symptoms of dementia， 所以这个 D 就是 dementia， 这 BPSD 那都没有药物是针对这一些发展出来的，所以其实呢，就只能够用一些精神科医师常用的一些药，忧郁症就用抗忧郁的药啊，然后幻觉的话就用幻觉的药啊，这样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比较轻度的症状的 BPSD 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用非药物的一些处理方法，比如说我们介绍一下。最好呢，给他维持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生活模式，就是让他的这个时空不要错乱当然，大家可能听过，就是说呢，为了帮助他能够定住他的时间感，我们可以给他每天去撕一张日历，定住他的时间感，让他知道是几年几月几日星期几然后呢，这个是定时。那再来呢，定向的话呢，就是你家里的这个摆置呢，不要经常的做变动，要维持得很固定。然后他每天的这个规律啊，就是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餐，几点吃午餐，然后固定什么时候出去走一圈运动，这个要把它很固定的安排，减少他可能会错乱的任何的可能性，维持着规律而且简单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呢，要理解跟同理他呢，不是针对你因为他真的是有病。所以呢，包括他如果对你产生嫉妒妄想，或是对你产生被偷妄想的话，不管您是他的亲密的家人，或者是呢您是这个主要的移工，他的一个主要看护者，都不要认为他是针对你特别的挑剔或是特别的挑你的刺，这样其实是纯粹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们要看清这一点，然后呢，把我们自己这个照顾者的这个心情啊脱离出来，从他的指控accusation 里面脱离出来，不要让自己在心里面一直觉得被他得罪了。那我们尽量呢，在房间里面不要放镜子。房间里面放镜子的话呢，很容易让他在无意当中呢，看到自己的时候，又突然呢觉得，这是谁啊？怎么房间里面多一个人，会让他觉得很不安全？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要尽量给他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那如果他重复性的呢，开始重复行为出现，不管是言语上的重复性的问问题，比如说，孙子什么时候回来啊？孙子什么时候回来？这重复性的问问题又开始的时候呢，也不要去喝止他或者是责备他，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转移话题，说要不要来吃个水果？今天这个莲雾很不错，转移他的话题这样。那如果他重复性的开始搬椅子啊、搬盆栽啊、翻箱倒柜啊这些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引导他，就是跟他讲说，来我们去外面散个步，就是想办法把他的注意力引开。然后再来的话是呢，可以不要看那么多电视包括这个新闻跟连续剧，不要看那么多，因为呢，他在错认这个真实跟错认新闻事件或者是错认剧情内容的时候呢，这个也会有问题，他会把这个剧情内容呢，就是昨天呢那个连续剧里面演的谁对谁偷藏了谁的钱，这样他就演绎到自己身上了，套用在自己身上，就是说谁偷了我的钱，这样其实是他看到了剧情，然后他因为呢无法鉴别的关系，所以他误以为那个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会跟你产生争执，说你就是偷了我的钱你看，然后呢你就是从我那个房间的那个第几个抽屉里面拿了我的钱，其实那是他看连续剧的剧情。所以也不要让他看那么多的电视，他是搞不清楚真实跟连续剧之间的差别的那么今天呢，就先跟各位介绍到这里。我想这个失智症将来是我们去照顾别人，或者是我们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人活得越久，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越来越长寿的一个时代了。那我们真的都要非常谨慎小心这些事情。那么宽慰大家就是说呢，BPSD 的发生几率很高，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是这个辛苦的照顾者的话呢，千万不要在那里怄气，因为这个只是呢它本身除了健忘之外呢合并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要好好的善待你自己，然后也给你自己好好的透透气。那么学一些基本的技巧呢，不要跟他发生争执，想办法帮他呢重新定向、重新定时、重新定位，这样就可以了。辛苦各位了，谢谢。